大国外交进入活跃期。应印度外长苏杰生邀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视频出席金砖5国外长会。前一天，王毅在贵阳同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表示，近日波兰、塞尔维亚、爱尔兰、匈牙利外长先后来访，这是今年中欧之间的一次战略沟通。中欧之间应当坚持的唯一恰当定位就是全面战略伙伴。王毅表示，中欧合作历经几十年风雨考验，植根于坚实的民意基础、广泛的共同利益、相似的战略诉求，具有强大韧性和潜力，符合时代发展的进步方向。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违背或改变这一潮流。当前中欧关系出现的一些困难值得重视，应当冷静反思。正确的做法应是在尊重基本事实前提下，开展建设性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消除疑虑误解，不断扩大共识，聚焦互利合作，推动中欧关系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面对当前的局面，我们看到欧洲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理性的声音，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对话，切实克服障碍，再续合作的新篇。包括匈牙利的朋友在内，很多欧洲人士也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呼吁中欧团结，维护公平正义。这也是我们对中欧关系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王毅强调，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正确的相互认知。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两极，中欧之间没有重大利害冲突，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有的只是巨大的合作需求。中欧相互离不开对方，更孤立不了对方。中欧之间应当坚持的唯一恰当定位就是全面战略伙伴。过去几年，面对单边主义逆流，正是中国和欧洲共同站了出来，以我们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多边主义，避免了世界走向对抗和分裂。面对后疫情时期更加复杂多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和欧洲作为全面战略伙伴，更应当从大局和长远着眼，加强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亚尔多表示，中国是欧洲的合作伙伴，从不干涉欧洲国家内政。匈方坚定支持中欧关系发展，支持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壮大。匈方反对任何削弱欧中关系的言行，支持欧中签署全面投资协定。冻结这一进程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最近一段时间，中欧关系的这种困难局面不利于中欧双方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基于这一点，中方密集地开展主动外交，就是要把中欧关系拨乱反正，引导中欧关系重回到合作共赢的正轨上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中方的积极努力得到了欧洲部分国家的积极回应。这表明在欧洲内部存在着理性的声音，愿意推动中欧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共同维护好中欧团结。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西亚尔多被很多中国民众所认识，还是因为他曾经当面对过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19年2月11日，蓬佩奥访问中欧5国时，他曾威胁匈牙利称，如果匈牙利接受华为，美国将很难继续与他们做盟友。作为回应，西亚尔多当面反驳说，我们早就受够了西方的极度虚伪。如果某些国家老把时间花在干涉他国内政上，这世界并不会变得更好。而在2019年第2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西亚尔多还接受了深圳卫视记者的专访。那一年也恰逢中国和匈牙利建交70周年。Look, we really respect China's role when it com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world order, because this is what we have to speak about. Obviously,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a true expression of multilateralism. That's why we are proud to be the first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 to sign the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ck more than 4 years ago now. And we really do believe that a tight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economy is delivering a lot of benefits for us.
中欧关系近期出现一些波折，欧洲议会议员本月通过了一项动议，冻结批准欧盟与中国投资协定的讨论。立陶宛日前又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跨区域合作机制17+1，还鼓动其他欧洲国家一同退出17+1合作机制，攻击该机制对欧盟造成了分裂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欧洲国家高层近期频繁互动引发关注。德国新闻电视台称，欧洲4国外长访华，标志着中国与欧洲关系出现和解迹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欧洲4国外长交流的成果。中国和上述4国外长都认为，中欧有高度互补的发展优势，有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有同样迫切的恢复增长需求，理应团结互助，优势互补。在早日战胜疫情的基础上，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融通，推动务实合作，保持发展势头。汪文斌表示，中方愿与欧洲继续交流对话，增进理解互信，共同促进双方合作目标，更好服务于中欧各自发展和人民福祉。今天，汪文斌的发言中又强调了王毅提到的一段话：当前中欧关系出现的一些困难值得重视，应当冷静反思，并且指出了正确做法。那欧洲4国外长此次访华的这个行动和成果，就是中欧双方增进了解、消除疑虑误解。